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职位，当你终于和心仪的对象在一起，当你的事业终于迎来爆发期的那一刻，你的内心除了狂喜，是不是隐隐约约伴随着一种恐惧？那是一种害怕失去的恐惧，是一种感觉这一切好得太不真实，仿佛随时会被命运收回的焦虑。如果你曾经有过这种感觉，请你一定要把这段内容听到最后，因为你正在经历的正是几千年前易经早就为我们揭示的人性与天道规律。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的是易经第19卦地泽临卦，这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希望、大好前程，却又暗藏着极度冷静与残酷警告的卦象。让我们先来想象一个画面，你的脚下是一片深不见底、水气丰沛的湖泊，也就是泽，而在湖泊之上是广袤无垠、厚重包容的大地，也就是地。地在泽上，大地紧紧贴近着水面，水汽不断向上滋润着泥土，泥土也向下包容着水体，这就是地泽临的画面。临这个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常见了，比如居高临下、大难临头、身临其境的临场感，或者是领导视察，叫做莅临。临它的核心画面就是从上往下看、靠近、面对，以及一种带着强大能量的降临。当你抽到临卦，或者你的人生正处于临卦的状态时，恭喜你，这意味着你的春天来了，你正在积聚强大的能量，阳气正在不断生长，你的事业、人际关系、财富都正处于一个即将全面爆发或者正在强势上升的阶段。你现在就像是一个站在高处的管理者，或者一个掌握了主动权的强者，准备大展身手。但是易经从来不会只给你灌迷汤。我们来看看临卦的卦辞：临，元亨利贞，至于8月有凶。这句话简直是把人性的狂欢和命运的冰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前面4个字元亨利贞是易经里最顶级的赞美，代表着大吉大利，一切顺遂。只要你坚守正道，你的发展将会无比顺畅。你现在做什么都感觉顺水推舟，贵人相助，资源主动向你靠拢。但紧接着话锋一转，至于8月有凶，到了8月就会有凶险。这个8月不是我们现在日历上的8月，在古代历法中，它指的是阴气开始强盛，阳气开始衰退的时期，也就是盛极必衰的转折点。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它在警告我们，当你处于人生的最高光时刻，当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那个让你跌落神坛的倒数计时器已经悄悄按下了启动键。花无百日红，这是宇宙不变的铁律。所以临卦给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生活建议就是，永远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修补你的屋顶。当你的事业顺风顺水时，不要把所有的利润都拿去挥霍，要建立你的风险储备金。当你的感情甜蜜无比时，不要把对方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要用心去经营和感恩。遇到顺境你可以高兴，但绝对不能得意忘形。你要在脑海里预演，如果这一切突然消失，我有没有退路？这不是悲观，这是顶级的战略防御。那么在这种大好却又充满隐患的局势下，我们究竟该如何自处？我们来看看临卦的大象卷。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弥穷，容保民弥将。水润泽大地，大地包容万物。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最完美的领导者模型，或者说一个成熟大写的人应该有的样子。大象传告诉我们，当你处于高位，当你手握资源，当你临对着你的下属、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客户时，你应该怎么做？第一，教思弥穷，你要不断的去启发他们，教育他们，把你的智慧毫无保留的传递下去。因为你终将面对8月有凶的衰退，你不可能永远站在一线，你必须培养接班人，必须建立一个能自我运转的系统。第二，容保民弥将，
你要有像大地一样无限的包容心去保护你的人。当你强大时，你的强大不是用来欺压弱小的，而是用来为他们遮风挡雨的。这应用在现代职场上，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当你带领团队取得重大业绩时，你不能独吞功劳，你要把奖金发下去，要把经验交给新人，容忍他们犯错的空间。这样，当有一天你遇到低谷时，这个团队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渡过难关。这就是化解八月有凶的终极法则，用你的资源去换取人心，人心才是抗击周期性衰退的唯一壁垒。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精彩的部分。临卦的6个爻就像是6个不同的人生剧本，生动地刻画了我们在面对临这个状态时会遇到的各种情境和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指南。请你仔细听，看看你现在正处于哪一个阶段。首先是初九卦象的第1阶段，咸临贞吉。这个咸字是感应的感，意思是彼此交感，互相感应。初九是这个卦的起点，代表你刚刚进入一个新环境，刚刚开始一个新项目，或者刚刚步入一段新关系。这个时候的你充满了热情和动力，你想要去临，想要去影响别人，但是你地位还很低，资源还很少，你要怎么做？初九给出的答案是用你的真诚去感应别人，并且坚守正道。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举个例子，你刚刚加入一家新公司，你只是一个基层员工，你没有权利命令别人配合你。这个时候你不能摆架子，你只能靠着贤灵，靠着你的热血，你的主动帮忙，你的真诚态度，去感染你的同事和主管，让他们感受到你的正能量，从而愿意给你机会。在感情中也是一样，刚开始追求一个人，你没有任何筹码，你只能靠真心去打动对方。初九阶段给我们的建议是，当你处于弱势或起步阶段，不要去玩弄权术，不要去算计得失，纯粹的初心和坚定的信念是你最强大的武器。只要你的出发点是正当的，是善良的，你大胆去行动，结果一定会是吉祥的。不要害怕被拒绝，你的真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场，它会自动为你筛选出愿意和你同频共振的人。当你靠着真诚打开了局面，你来到了9-2，咸临吉无不利。同样是咸临，同样是感应，但9-2的境界和初九完全不同了。9-2是下卦的核心，你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一无所有的菜鸟了，你已经具备了扎实的专业能力，你在团队中已经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且你上面还有欣赏你的贵人。这个时候的你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吉无不利，做什么都顺利，因为你有实力又有态度，长官信任你，下属服从你。但是请注意，这个时候也是最容易让人飘飘然的时候。9-2给我们的生活启示是，当你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成为了团队的骨干，你的能力得到了认可，各种好机会都主动找上门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答案是继续保持你的专业度，同时扩大你的影响力，但绝对不能越俎代庖。你的咸临不再只是单纯的热情，而是用你的硬实力去解决实际问题，用你的可靠性去让所有人安心。这个时候的建议做法是，主动承担那些别人不愿意碰的困难任务，展现你的不可替代性。同时要把你的成绩归功于团队的合作和长官的栽培。你越是展现出你的实力与谦逊并存，你的根基就越稳固，那些潜在的嫉妒和阻碍就会自动消散。这是一个尽情发挥才华的黄金时期，请务必抓住机会，建立属于你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当人一路顺风顺水，到了6-3这个位置，危机就悄悄降临了。6-3的爻辞是甘霖无忧虑，既忧之无咎。甘就是甜，甘甜的甘。甘霖这2个字把人性的弱点刻画得入木3分。什么是甘霖？就是用甜言蜜语去靠近别人，用讨好、谄媚、做表面功夫的方式去处理问题。6-3处于下卦的顶点，
他看着上面有更高的位置，心里充满了渴望，但他本身的实力并不匹配，于是他放弃了初9的真诚和9、2的实力，选择了走捷径，用嘴巴去领。在生活中，我们太常见到这种情况了。在公司里，那个业绩平平却整天围着老板转，只会拍马屁的同事；在感情中，那个只会说好听话却从不付诸实际行动的伴侣；甚至我们自己，在面对无法解决的困难时，是不是也曾经试图用敷衍画大饼的方式去蒙混过关？易经无情地指出，甘霖无忧虑。这种靠着甜言蜜语和表面功夫建立起来的关系和地位是绝对不会长久的，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一旦潮水退去，大家就会发现你根本没有穿裤子。当遇到问题需要真刀真枪解决时，你的甘霖就会彻底破功。但易经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永远给人留有一线生机。紧接着他说，既忧之无咎。如果你意识到了自己正在犯甘霖的错误，你开始为此感到忧虑，感到羞愧，并且立刻痛改前非，重新回到务实的轨道上，那么你就可以免于灾祸。这句话对现代人的指导意义太大了。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总是在靠社交技巧混日子，如果你发现自己对客户的承诺都是虚假的，请立刻停下来，感受那种危机感。建议的做法是主动去承认自己的不足，把吹出去的牛皮收回来，踏踏实实的去补足你的专业短板。不要害怕别人嘲笑你现在的笨拙，因为真实的笨拙永远比虚假的完美更让人安心。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及时戒掉甘霖的毒瘾，是你人生避险的关键一步。当你跨过了6、3的诱惑与危机，你来到了上卦，进入了6、4。至临无咎，至是到达完美的极致。6、4已经进入了高层，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你已经是一个有实权的管理者了，但你上面还有更大的老板。6、4为什么能做到无咎？因为他明白一个顶级的管理哲学，最高的领导力就是放权。6、4柔顺而得正，他知道自己不需要事必躬亲，他懂得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他治临的方式就是亲自下到基层，去寻找、去任用像初9这样有真诚热情的人。在生活中，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主管，或者你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事者，6、4给你的建议是，停止你的微观管理。不要觉得没有你地球就不会转，不要每一份文件都要亲自修改，不要对伴侣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要指手画脚。真正的治临是你亲自去建立一个信任的环境，然后退一步，让有能力的人去发挥。你要做的是提供资源，扫除障碍，而不是抢方向盘。当你懂得了授权的艺术，你才能从繁琐的事物中解脱出来，你才能真正做到无懈可击的无咎。对于那些控制欲极强的人来说，6、4是一个严厉的提醒，放手才是最完美的掌控。接下来是6、5，整个临卦的君主位。知临，大君之仪，吉。这个知通智慧的智，知临就是用智慧去领导，用智慧去面对天下，这是一个大领导者、大企业家最应该具备的格局。6、5和9、2是相对应的。6、5是柔中之君，他自己或许不是业务能力最强的，但他有着极高的眼界和胸怀，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不是自己比所有人都聪明，而是能够识别出9、2那样的实力派，并且毫不保留地信任他、重用他。历史上刘邦对待韩信就是标准的知临。刘邦自己带兵打仗不如韩信，但他懂得把几十万大军交给韩信去指挥，这就是大君之仪，这就是做大老板应该有的样子。结果当然是大吉大利。把6、5的智慧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你是不是老板，你都可以拥有这种大军的思维。当你面对一个复杂的难题，比如你要装修房子，你要打一场官司，你不需要自己去成为设计师或律师，你的智慧在于去寻找这个领域里最专业的人，支付合理的报酬，
给予充分的信任，让他们为你解决问题，这就是知灵。对于正在创业或者担任高管的朋友，65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你的核心工作只有2件事，找人和分钱。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然后你就可以去喝茶，去思考战略了。如果你每天都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到处救火，那么你只是一个高级的打工仔，你还没有学会知灵的智慧，用智慧去嫁入人才，而不是用体力去拼搏业绩，这是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必经之路。最后，我们来到了卦象的顶点，上6，敦灵，吉木就。敦是敦厚、诚恳、宽厚，上6已经走到了灵卦的尽头，这就像是一个即将退休的老总，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或者是一个项目即将圆满收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你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智慧和财富，你不再需要去争权夺利，你不再需要去证明自己，你应该展现出来的是极致的敦厚与善良。上6的敦灵就是用一种温和、包容、不求回报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世界。你把你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你把你的资源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你用你的余热去温暖周围的环境。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也会走到某个人生阶段的上6，比如你即将离开一家服务了很久的公司，你该怎么做？是拍拍屁股走人，还是留下一个烂摊子？上6的建议是，请敦厚地离开，把交接工作做到极致，对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表达感谢，不带走一片云彩，但留下你的好口碑。在家庭关系中，如果你是长辈，请不要总是拿着威权去压迫晚辈，试着用敦灵的态度，用宽厚的爱去包容他们的错误，给他们成长的空间。这不仅是一种极高的道德修养，更是一种高级的生存智慧。因为当你展现出这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善意时，你反而会获得最真诚的尊敬和爱戴。这种积累下来的福报，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给你。所以，上6告诉我们，无论人生走到哪个阶段的尽头，保持内心的醇厚与善良，永远是最安全、最吉祥的选择。总结一下地泽临卦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它描绘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向巅峰的完整周期。它告诉我们，当好运降临、实力爆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狂欢，而是警惕那个注定会到来的8月之凶。为了对抗这种衰退，我们必须在起步时保持真诚，在发展中积累实力，坚决拒绝虚伪和捷径，学会放权与信任，用大智慧去整合资源，并在最终保持人性的敦厚与善良。这6个部首就像一套精密的人生算法，教我们如何在顺境中不迷失，在权力中不腐化，在巅峰中保持清醒，从而实现人生的长青。人的一生就像是走在湖泊与大地之间，湖水有涨有退，大地有枯有荣。我们无法阻止周期的轮回，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姿态去临对这一切。你是选择在狂妄中走向毁灭，还是选择在清醒中建立基业？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当下的选择。听到这里，我想请问荧幕前的你，你觉得自己现在的人生正处于临卦的哪一个阶段？是正在努力用真诚打动别人的初9，还是面临着甘霖诱惑的6-3，又或者是正在学习放权的6-4？在你过去的经验中，有没有过那种以为一切都很好，结果突然遭遇滑铁卢的8月有凶的经历？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欢迎你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你的人生故事和感悟。每一个真实的分享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盏明灯。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需要被敲打一下，请一定要把这段内容分享给他。别忘了按赞、订阅，我们下期继续为你拆解更多隐藏在经典中的硬核生存法则。我们留言区见。